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我是一类，我是 Gloria。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播报一下加拿大的疫情新近况。截止到2020年4月28日，加拿大共有确诊新冠肺炎患者49815，已经逼近5万人。在过去的2周里，经历了加拿大的复活节，尽管政府疯狂地呼吁大家要待在家里，不要出门聚会，但是加拿大热爱自由的人民群众们，还是在这个过去的长周末里挤满了 BC 省去往各个小岛的渡轮及通向各个小镇的道路。尤其那个长周末的时候，我舅妈发了个视频给我，她住在downtown嘛，刚好外面就是那个 English Bay，就全部都是人，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呀，还有在那个草地上晒太阳的。看到好多新闻说 BC 省的渡轮每班都是90%以上的上座率，以至于小岛上的居民那几天又发了好多 Twitter 啊什么的，喊话这些游客们不要再来我们的岛了，我们的岛就只有一个兼职的医生，经不起疫情的折腾。接下来就是想说一下让我觉得有一些震惊不能理解的一件事，最近一段时间不管是美国还是加拿大都出现了抗议游行，就是让政府取消强制大家在家的这个政策，要恢复经济。有句话让我想到那个生命诚可贵，自由价更高，是吧？其实我们也不能评论这件事情到底是对还是错，以我们的观点来看，就是这些人你可以自己去追求自由，但是在你追求自由的前提下，不要危害到我们这些想要保护自己生命的这些人。总之还是希望大家都保护好自己。前1-2周吧，我们也在网上看到了消息，说加拿大的一位华人医疗专家生产出了可以快速检验病毒试剂盒，得到 FDA 的批准以后，为各个省份提供几十万的检测盒，这样其实才能知道这个疫情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。BC 的邦尼教授是从4月初就开始说我们 BC 省要开放检测了，我还特意关注了一下 BC 的检测量，截止到今天 BC 的检测量达到了78000个，对于 BC 省来说已经是一个质的飞跃了。但是如果我们平行对比的话，截止到28号，安大略省的检测量是25万个，魁北克是20万，差这么多。这2个省是重灾区，我们不和它对比的话，阿尔伯塔省现在的检测量是13万，基本上是 BC 的2倍以上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大家细品一下这个逻辑啊，你们细品，你们自己品。说到这个口罩的事情，加拿大首席卫生官谭某好像前2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被质疑了，说是不是加拿大应对 COVID-19 的疫情反应有一些过慢，以及为什么你一直在跟大家说不需要戴口罩，戴口罩起不到防护作用。面对疫情防护缓慢这件事情，他的回答是我一心都是为了控制这个疫情，就是我已经尽最大的努力的意思。戴口罩这件事情他给的解释真的就像我们之前分析的那样，因为口罩不够，不想制造恐慌，医护人员的口罩都不够，不想让广大人民群众还去抢。我真的想说这个逻辑上有一个问题，你不应该向群众传递错误的消息，就这一个消息造成了大家对这个病毒的轻视。对，这真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，因为其实你很早告诉大家说我们现在口罩是不够，但是戴口罩可以有效的防护，至少有渠道的人他们会敢戴口罩，也不会说造成很多歧视的存在。而且我就默默地说一下，卫生官就这么不相信加拿大人民的人品素质吗？其实我觉得在加拿大这些年，我真的感觉加拿大人还是蛮有同理心的。那你说你传递错误的消息到底是想保护大家还是想霍霍大家呢？说起这个口罩，大家自己决定来，毕竟你的生命你做主。前2天看网上有一个人做了个实验，他把自己身上套上了一个支架，然后是2米的距离，他走在街上就连人行道都不够用。对，而且我前段时间去超市，虽然是超市门口大家有排队，是说间隔2米什么的，但其实进去大家真的非常非常难，跟每个人都保持2米的距离。而且我也看到很多年纪大的人、老人，他们也没有戴口罩，可能真的买不到口罩吧。其实我就想说，能戴口罩的朋友们还是尽量戴起来，至少也相当于变相的保护一下这些人吧，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口罩。好像就是前2天我看网上的新闻说，魁北克准备要开放经济了，但是请大家看这个曲线。包括安大略也是，现在好像每个省都没有说确定的定下来到底是怎么个步骤，但是他们大体的想法都是第一步先解封学校。哪怕这个病可能对老人的攻击性更强，但是就算小孩不易感染，那小孩的家里人怎么办呀？你小孩下学不回家的吗？是的呀，而且孩子都要离不开父母的照顾，你万一小孩感染了，那父母肯定全部都要被感染了。你说这样是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？只能说大家自己细品。包括 BC 省这2天提出了，因为现在的情况非常良好，我们的邦尼教授就打算开始重启 BC 的经济了。如果看数据的话，没毛病。但是大家你想想 ，BC 省那个检测量是其他省的自己品。邦尼教授准备在5月中旬把 BC 的餐馆恢复营业，但是它开放的前提是餐厅里会有具体的要求，比如说餐桌与餐桌之间的距离、人数的限制。但是吧，在这么一个很少有开放性的窗户、唾液横飞的地方，
只能说我自己和我的家人还是不敢去的。邦尼又说了一下，目前我们暂时不打算取消50人以上聚集的这个禁令。我觉得你能想到取消禁令的事情，我都感到震惊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疫情也没有控制住，然后又为了恢复经济，陆陆续续开放大家，那万一又爆了呢？不代表任何人的观点，仅代表葛劳瑞的暗黑小想法。邦尼教授的想法是这样的，我们 BC 不是首先爆发的省份吗？所以我就不检测，不检测我们就不会是爆发最严重的那个省份。你们都先自己在家待着，过了1-2周，哎，大家看到了没有？我们的抗疫取得成果了。BC 省那一阵少的时候，一天就15个治愈的。上次说的蹭，很骄傲说啊，我们 BC 省抗疫做的这么成功，是因为我们的反应的快，反应的及时。大家注意，我们都没有开放检测到这个阶段为止。到现在说，哎呀，既然已经平缓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逐渐开放经济了呢？顺便开放一下检测，药剂盒也买到了，这些该备的都备到了，一检测暴增。然后说，看你们这些人啊，又不遵守 social distancing 的要求，人和人太近聚集了，你看爆了吧？怪你们自己。哎呀，我之前的成果都白费了，大家就当个笑话听。关于邦尼教授再补充一点。好喜欢听你说邦尼教授还要谈到。是25、6号的时候 ，BC 单日新增了是最多的，增了95例，类似鸡肉加工厂的一个地方爆发的，因为有的员工带病上班了，就把整个厂都传染了。于是邦尼谴责这些自己生病了还去上班的人，说你让我寒心这个意思。但是你想，他们觉得自己感冒了，想测，他们有地儿去测吗？他们怎么能知道自己就是这个病毒呢？你想，工厂都是底薪的工薪阶层的人，对呀，是能说不去上班就不去上班的吗？如果你强制一点，比如说这些所有还在工作的厂子要求他们必须每个人戴口罩，或者是政府提供到这些物资给他们的话，不至于这个样子呀。尤其是类似食品加工厂，以至于这两天带鸡的我都不敢点，你知道，就是有那么一点怕怕的。说到我们觉得有一些行业应该强制性的让员工戴口罩，我观察了一下路上的公交车并没有戴口罩的公交车司机。我相信有的司机也是害怕的，其实想戴，但是可能真的是买不到。今天还看了一个新闻，就是公交车的司机很崩溃，就很害怕，也是那个长周末的时候，大家就都出去，就告诉他们说我们这个车不能再坐人了，然后还有人乘客上车就骂司机，就说关你什么事儿，然后呼啦一下全挤上车，给那个司机吓得也没有口罩。哦，我的天呐，好可怕，待在家吧。下一步。这时候还是让我挺感动的是，在大家有去抗议的呀，不听政府说的出去玩的这些情况下，还有那么一小波人默默的在做着科学研究。医护人员还冲在一线，冒着最大的风险去救治这些病人。前两天看一个 YouTuber 发了一个视频，说非常的愤怒，因为要回家看父母，从2个州之间开很久的车，途经了他亲戚的家里，然后人家邀请他去他家做一下客，结果回来发现那个亲戚已经有了这个症状。给他气的，拍了一整期视频来吐槽这个亲戚。就是我自己完全不 care 这件事情，我也不在乎别人的安危。这真的是哇，让人我看着也真的是很为他感到气愤啊！我前两天还在想 BC 的这一系列操作，从咱们拍第1期视频的时候就开始，今天是第4期。对。但我觉得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的视频还是有了一些在网络平台上的影响力，我们也只能尽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，再尽力的给大家呼吁一下，疫情还远远没有过去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这样子了。对于今天所有的内容，包括博主啊、新闻呀，都不要盲目的去相信或者去质疑，对，都要有自己的判断。对，也很希望大家能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讨论，分享一下你们最近的生活呀什么的。这期视频就这样啦，如果喜欢我们视频和频道的话，不要忘记去点击订阅、分享、评论和点赞。点赞。好了，那就这样了，拜拜，下期再见，比心，拜拜。